来吧，新玩具！今天我们来玩新厂家齿轮工厂出品的这款 TFP 的千斤顶，盒子的外包装也不大，上面一个二次元的峰会。TFP 的玩具啊，其实到了2版 RID 的时代，已经开始慢慢的设计走下坡路了。但是这款千斤顶绝对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没错，数一的是杂兵，数二的就是它了。不论是人形，包括它的伪装形态，还有它的变形逻辑，都是相当精彩的。在有限的成本之下，官方缩减成本之下，还能做出来这样的千斤顶，其实已经很厉害了。本次的齿轮工厂呢，其实是有改模的。原先胳膊内侧的偷胶，这回用盖子给你填补了起来，并且很关键的，增加了这个手臂的左右旋转。在这里它多加了一个轴啊，胳膊肘就可以进行360度的旋转了，原先这里是没有的，并且这里边都是窟窿啊。唯一让我挺可惜的是啊 ，RD 这个模具设计挺好，就是手臂上面会露着一个大的前挡风玻璃。我也想过啊，如果能不能把这玻璃折一下，收到手臂里边。现在看起来好像是空间有点不够了，再一个这样的话会破坏这个前挡风玻璃的一体性啊，所以也是跟官方那个外观看起来差不多了。这里露着2个透明零件，配件内容带的相当丰富。本次有2颗新做的面雕，官方原版的是一个口罩脸，但是动画片里边只有战斗才会戴口罩啊，平常是露着嘴的。一个笑着，一个凶残的龇牙嘴，而且这张脸做的非常的 TFP 式啊，真好看，这美工师有点意思。而且眼睛的通透性很好，后半个完全是透明的零件，所以稍微有一点光，这个眼睛就会显得很亮。包括脸上的银色涂装、细节的这些条纹刻画，很不错。更换面雕的时候有个小细节要注意，你跟这样直接拔是拔不出来的啊，我们需要把这一块掀开。脖子往里边转，注意看，它这个开口球碗的开口处是从这个方向开的，所以我们在替换脑袋的时候啊，需要打开半变形的状态，从这里揪。你直接从这边往下拉，肯定是拉不出来的。我们换一个我很喜欢的这张笑容脸。所以这么有神韵的一张脸，也是蟹壳工作室的手笔啊，没错，就是那个做 A 版小比例红蜘蛛的美工这一块还是有2把刷子的。官方原版的手是不可动的，这一回手部的前2指改成了可以打开的，目的也是为了握这个蟹壳工作室设计的小手雷，造型、涂装、细节处理都非常不错啊。前2指打开更大的范围，握这个手雷就完全没有压力了。同时还有小细节，手雷的保险可以拉出，哇，这个也是非常符合动画片里边的一个设定感觉。扣进去，旋转一下就锁住了，拔不开了。里边是一个钥匙孔啊，得拧成横着的才可以拉出。注意这里边缘的一个小细节，细啊，这蟹壳工作室有点东西啊。此外，腰部侧面这里多掏了一个扣眼儿，就可以把手雷挂在这儿了。官方原版的胯部这里是一个球形关节，玩多了以后会松松的，这一回改成了轴，这就很好，不用球关，不用担心松脱的现象。但是样板件吧，此处的这个转动稍微的有一些紧，可能有的朋友喜欢紧啊，但是太紧了也是影响把玩的。所以大货的时候，工厂说这个地方会上那种特制的润滑油，玩起来就相当的丝滑了。另外还带了一对金属涂装的手炮，装在手上的效果其实一般般啊，它就是握在手里边。动画片里边的老千手炮没有这么长。另外也可以利用肩膀上这个窟窿变成肩炮的位置。这个东西设计成这样的主要原因还是你把它拔开，稍微的拉开一点点缝隙。注意在这块板的侧面里边有一个凹槽，所以要把侧面的这个小刺刺放进去。这个时候就变成了前方车灯的一个读孔位置。继续往下，腿部这后方把原先的偷胶空洞也都给你盖上了，这个做填补的效果很好啊。武器方面带了官方原版的2把刀，做了新的涂装分色处理，银色的刀刃很好看。官方原版刀的搭载位置啊是插在这个缝隙里边，做成这样的一个背负效果。除此之外还带了2把吴医生设计的更加符合动画片里边形象的刀，这个刀会更加的薄一些，韧性也可以啊，上面的涂装分色处理
刀的握把位置，这些细节做的都不错。这2把可以通过腰部这个地方的线位卡在这里，变成4刀流的老千，同样也可以握在手里啊，问题不大。所以作为动画片里边雷霆救援队的近战担当，这一回的老千这样搭配起来也有了全武器搭载的效果。TFP 的老千就是这么一种充满了侠客的风味儿。好，我们也是来进入这款老千非常经典的一个变形过程。首先，背后这里的2个小翅膀翻过来，把这2个轴转平，根部还是挺紧的。中间这里有左右插合的咬扣，把它拼齐。胸口这里打开，脖子记得旋转个180度，这样会更好收纳一些。然后把肚子下方这里双关节拉开，压平。这个时候顶盖就可以和小翅膀的部分进行锁定咬合，中间左右这里有搭着的扣子。手臂的变形，手腕先往内折，然后这里整个的滑道拉开，整体黑色部分旋转180度，注意它只能从一个方向转，里边是有卡位的。好，车的玻璃定过来，接着2头肌2个关节的折叠，同时往上拼，车的侧面就变好了。这也是 TFP 老千设计很妙的一个地方。胳膊肘、肩部造型零件的这些变形啊，其实完全就是靠车侧面的这半拉门板拆件拼出来的。哇，这个也是08动画到 TFP 这2部作品同时期都涉及到很妙的这种曲线感。稍微的往下折叠一下根部的这个关节，腰部往前扣。腿部的变形设计非常有趣。首先，我们先把这个脚打直，膝盖的这个刺收起来，这一块前面带轮子的位置向内折90度，然后整体的往出滑，旋转这里的一个插扣，把它打开，记得多转一点点啊，转到这个方向，这个滑道拉下来。此时主要是为了腾开，我们方便操作，抠出这一块板，很重要啊。在官方原版的模具变完车头这一块是露着2窟窿的，目的也是为了这样去插那个刀。其实，在车头上面加2个这样伸出来的刀，可能外国人觉得挺酷的吧，但是真的挺破坏车型的一体性的。所以这一回把中间的扣子给你去掉了，加了一个翻盖，做出来一个前面的盖板，也相当于一个车灯。哎，我觉得真的挺好看的啊！这回车头终于完整了。而这回往回盖这一块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里需要一点点的韧性，当然你可以别过去，这个料子还不错啊。如果你觉得这样很危险的，把它滑道再推下去。这扣子先转到这一面来，刚才我们多转一点，也只是为了方便往出抠这个板。这回斜着跟上面往前滑这个滑草，注意这里是一个葫芦状的，滑进去硬一点力，嘎巴一声，哎，这块车头就完美的拼合好了，哇，缝隙都对得非常的准。好，腿部整理完，胯部向内扭90度，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膝关节稍微的偏一下。中间的扣子结合在一起，把车头捏出来。想要你的千斤顶密合漂亮，有几个轴需要注意。首先，老千在变成车型的时候是一个 O 型腿，它并不是打直的，稍微要偏一点角度。其次啊，在密合的时候要把这个胯部稍微的往前折一点角度，让它斜过来。这个时候你再往下密合，让车头这块定好位置。然后再进行胳膊的收纳，同时把这块非常漂亮的门板折回来，另一边拼合。于是，非常漂亮的一辆老千车型就变形完成了，小巧玲珑，变形相当好玩。轮毂有非常漂亮的银色涂装，但是这个轮子的轴转动起来有一些紧。这回的齿轮工厂把这一块挡风玻璃换成了更接近动画的一个深色版本，而且车缝隙这一块密合的都非常的好。官方原版这个地方的缝隙挺大的啊。另外就是刚才我们需要调整的这个胯部，在变形的时候它不是直上直下的。包括这一块的膝盖关节是一个 O 型腿，如果你前期这些工作都做到位的话，车玻璃密合起来是相当整齐的，非常漂亮的一辆小车。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手雷搭载在这个孔里边。官方原版的这2把刀，除了插在这里之外，现在已经改了，不能插了，还可以收纳在底盘上的这2个扣子里，或者是插在侧面的这个窟窿上，把这个空间留出来给吴医生的这2把刀。但是吧，这一次因为上漆厚度的关系啊，这个凹槽的孔感觉有点小了，需要打磨一下才能完美的插在这个缝隙里边。另外，车头这一块，刚才我们是翻起这个板子，白色的前车脸车灯啊，看起来完整性会更好。我们也可以把它180度折叠进去，拿出老千变形完的手炮，这一块是和前方的面板同样的花纹，我们就可以把它跟这样掏进去。注意车侧面这里的一个搭载扣子，这样手炮就也完成了一体收纳。但是颜色会不同啊，所以怎么选择看小伙伴们自己的喜好了。可以说，这回齿轮工厂的改模，把之前大家对于 RID 这款老千模具的怨念的部分，大概齐的都给你填完。唯一差一点的，还是这个玻璃在人形的状态下，胳膊上边没有办法完全的收纳。也是在开头说的，如果这一块要大改的话，那这条胳膊就要完全重新的设计了，反而丧失了原先车侧面的这一块靠曲线的拼合设计的那种精致感吧。我觉得这一块设计也是这款模具的精华所在之一啊。如果说为了收纳这一块玻璃而改掉了这一块精华的话，就有点得不偿失的味道。而目前来说，我觉得这款千斤顶做工方面，包括它的涂装素质、配件带的内容都是非常对味道的。所以总结，这款 TFP 千斤顶的模具改动是相当优秀的，而且各方面的素质也很高。总之 ，TFP 的迷友强烈推荐。尺寸方面也是官方原大的 D 级别，可以和你的官方模具或者说其他的产品进行一些互动。那么得嘞，这一期齿轮工厂出品 TFP 的千斤顶就是这样了。